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代打的天要塌了，他们真的开始实行封锁了。看来官方这一次真的是狠下心来，因为整个联盟的人都没有办法再玩游戏了，全部人都被封掉了。在前阵子，官方才发布了策划面对面，还有一些公告讲他们会限制一些异常的登录角色。那这边他就有讲到，当一个联盟或者是王国在接近24小时里面出现异常登录的角色到达一定数量，还是不知道多少人，就会实施处罚。整个联盟还有王国全员将会被限制非常用设备登录，限制24小时。异常登录会根据 IP 信息、单设备登录多个账号信息进行综合判断。那如果你是被识别为异常登录的角色，它才会限制你非常用登录的设备24个小时不能登录，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等等之类的。但是你整个王国、整个联盟的人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是由 TKC 那边所发布出来的一个公告来的。那他这边就想到关于禁止代打的一些更新啦。他就说他现在所待在的王国3842已经受到新更新的影响啊，就是讲刚刚那个邮件啊，关于代练的事情。其他的一些王国等级的玩家也是反映说他们的账号也是被锁了。但问题在于真正拥有账号的人，就像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登录自己的账号，因为他是从2018年开始就用他自己的手机在玩这个游戏了，他甚至没有办法就是进入到游戏里面，他被卡在那个加载的画面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玩家跟他反映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点击任何的活动、打开礼物、联盟宝箱等等这些操作。那等一下我会分享影片给你们看一下，有玩家录了画面给我。所以他这边建议大家在 KVK 期间不要进行任何的代练或者是账号分享给其他的玩家，否则在关卡开放期间，你们的账号可能就会被锁着，可能会让你们的账号、你们的城市处于在危险之中。因为像他这边讲的嘛，有可能你在打 KVK 打到一半的时候，你的账号不在领土上面，那刚好你就被封锁的时候，你完全不能登录，有可能你会被敌人给清零还是怎样。不过他这边有强调说，最近官方推出那个评分系统跟他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评分系统只是检测到你有没有用机器人，有没有用脚本，有没有用其他的代码之类的去操作游戏，就比方说去自动采集宝石，或者是去做其他东西等等的。这个代打的事情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系统检测到有人在用其他的设备在登录你账号，所以才被封锁的。看了刚刚 Raj 他讲的东西之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官方发布出来的公告。这个是每个玩家都会收到啦，在这个联盟里面，他这边就说检测到他的联盟有异常登录的活动，他们已经采取以下措施：对联盟成员不信任的设备限制24小时，对特定违规账号进行适当限制。就讲可能有一些账号他们也是有用代打，但是那个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所以限制的时间可能会短一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版本是英文版本啊，我还有收到中文版本，中文版本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他这里就有说额外的，就比方说，如果您使用的是本人常用设备，本次限制不影响您正常游戏。下一张图片并不是他们被封锁的时间啊，这边先跟大家讲清楚，他这个是倒数时间，因为他在最后一句这里有讲到，在这个倒数计时结束之后，你会被强制登出，请注意你的城市还有你的部队，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切换到信任的设备，不要再用那些非常用的设备去登录这个账号了。所以他这个只是给你一个通知而已啊，那还好啦，他有给你2个小时去做准备，那至少你在完全被封锁之前，可能还可以开个盾什么之类的吧，不知道能不能够签成呢？那么这个截图应该就是 Raj 他所讲的，就是他用他自己从2018年的手机登录都没有
有办法登录，还出现了这个通知。那他这边所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他多出了一个时间，是讲什么时候才可以再登录，他要等到 UTC 2026年5月20日7点21分的时候才可以再登录，也就是说差不多1天的时间吧。如果是从他这个时间开始算起的话，因为我看他这则贴文发布的时间是在3点40分所发布的，那如果是换算去 UTC 时间的话，也就是差不多7点40分。那他写这个贴文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他要整理一下截图然后写一下，还要去找一下官方原本的那个通告之类的，那可能这中间花了20分所以可以看到他这个时间是符合到他发布贴文的时间的。然后他这个截图才是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个中文版本的英文版，所以它是有分成2个版本这个是一个版本，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这可能是在通知之前所发布的一个公告来的。那如果你被锁了之后才会出现这个公告，又或者是这个是其他玩家所分享的，有可能用代打的玩家出现的公告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啦，这个我不确定。那最后2张图片呢是讲如果你们用一些脚本什么之类的就会被封锁，就是你会有一个信任值那个信任值就是100分，他有讲到扣到多少分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用你的账号之类的。那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聊，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影片。OK， 那么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影片就是他已经把他的部队给派出去了，然后他在派遣他的部队要去采集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点击的，就是派不到部队出去。这里也是可以看到他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然后点击那些副本活动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办法点击，要转盘也是完全没有办法转了。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操作，就比方说你要捐献你的联盟点数也是没有办法，要去收取联盟的奖励也是没有办法。然后看到他们联盟里面就有一些玩家问发生什么事情，谁在使用机器人，但是其实这个跟机器人没有关系啦，它主要是代打的问题。还有其他玩家就分享他自己所收到的这个截图啦，这个截图在前面就讲过，这边就不再重复了。并且你们可以看到他就连要用自己书包的东西都没有办法使用像开那些宝石什么之类的都没有办法用到，然后要帮助自己的队友要去增援之类的也没有办法。他收取了这个每日的奖励之后还是一样没有进度，他不会提升的就是你什么鬼东西都被限制，就连你开箱子也没有跳任何的东西出来，太夸张了。最后就连你要治疗你的医院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操作，就等于你的账号是已经完全给废掉了。那么刚好我之前有开一个账号在3842嘛，因为我之前要讲一下关于尤达的事情，但是可以发现到其实我这个账号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公告里面是说他会检测整个王国跟整个联盟嘛，有可能你其他王国的成员也是会受到限制，但是我这个账号不会受到限制，依旧还是可以派部队去打野蛮人，然后我要点击我书包要使用宝石什么之类的还是可以用到的，就是正常操作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联盟受到限制而已还不至于到整个王国受到限制。那最后也是要讲一下近期官方推出的一个检测功能万国行为分，它就是看你的账号有没有在使用一些机器人或者是使用一些脚本什么之类的。那详细的公告你们可以参考这里。那我们每个人的分数都是100分，但是如果你有被发现到有违规的话，就会扣除你的分数。比方说你使用脚本或者是第三方工具进行采集、攻击野蛮人，或者是野蛮人存在使用同步器，所以这边官方是明显讲了，同步器也是属于非法的，并不能使用的。因为在之前我讲同步器的问题的时候，有主播反驳我说官方是讲可以用同步器，其实是不可以的。还有破解游戏客户端，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当分数低于100分的时候，你可以通过积极的游戏行为来恢复分数，就比方说手动采集、手动打野蛮人或者是野蛮人存在。当分数下降到一定的阈值时，就会触发相应处罚。比方说你的分数只有80分的时候，采集资源和攻击野蛮人所获取的收益就会减半。向盟友进行资源援助的时候，运输上限减半。这个明显是针对那些资源商不要给他们运送那些资源可以赚到更多钱，让他们采集的资源全部都废掉了，或者是减很少。如果你的分数低于60的时候，禁止使用资源援助功能，不能再运送资源，也没有办法接受盟友的
的资源，禁止进入失落之地，派遣部队受到限制。如果在低于40分的时候，就完全禁止登陆，就大概是这样子而已。因为他这边所讲的东西其实很短我也没有触发到这个东西最后我们还是回来讲一下这件事情啦，关于代打的部分。那如果你是说游戏的公平性来讲呢，这个改动是好事情来的，至少你对那些没有用代打的王国来讲很公平大家都不能用代打然后如果你用代打的话，你会受到处罚之类的。但对于现在万国觉醒的生态来讲呢，其实它出现这个通知的时候呢，相信那些有常用代打的玩家或者是王国，他们肯定会不喜欢呢因为他们已经依赖代打了，突然之间叫他们不能用的话，我都不知道之后玩家会不会真的离开啦。但我这边要讲一句话啦，就是我自己的 KVK 其实也在进行中，就是差不多跟他们是同步的，也是有这个限制。但是我前2天打 KVK 打下来，其实没有收到这个公告，没有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我的王国可能没有这么多玩家用代打。那如果你的王国也是正常在玩游戏的话，就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和之前16小时8小时限制是一样的概念啦。但也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到3842是有用代打当然的，那些大佬们肯定是不喜欢这个更新啦，又或者是他们之后如果真的要找代打的话，可能就只能找一个而已然后一个人要打24小时，累死他以上就是关于3842整个联盟被限制的问题。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你们觉得这样子限制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因为我看到这边比较多玩家是支持的，你们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投票 W 是比较多， W 是胜利的意思， L 是输的意思，比较多人是支持啦，因为可能多数玩家都被代打那边所困扰，压抑了很久，那难得现在官方改了之后，他们才可以真正的去享受游戏，所以觉得是好事情啦。所以是要问一下我的观众的意见，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当然的，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